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点餐，我可以要这个菜吗？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今天怎么啦？就是看到别人桌上的菜，特别想吃。啊，有啊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但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菜名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我就会想，我可以要这个菜吗？哈哈，没错，这句话看似简单。是啊，听起来很直接，也很方便。但有时光说这个可能还不够。哦，你遇到过什么特别的吗？比如桌上可能有好几个菜呢。啊，对，服务员可能会问哪个这个。所以光靠纸有时也需要补充。那要怎么说才更清楚呢？通常可以加上它的颜色或形状。比如那个红色的菜或者圆圆的。对，或者问服务员这是什么菜。这样就不用只说这个菜了。还有，如果菜单上没有图片呢？哇，那难度就更大了，只能瞎猜。想象一下，全是文字的菜单。太可怕了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。这时我可以要这个菜吗？就无从说起。那只能问服务员推荐什么好吃的。或者你看到图片，但菜名看不懂。哈哈，那不就是我常遇到的吗？所以这个菜可以指图片上的。但指图片也要确认是不是有货。有些菜是季节性的，或者卖完了。哦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很有趣。对啊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就有。那如果我说我要这个菜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语气更肯定一些。那我可以要这个吗？会不会更礼貌？确实，多了一个可以，更客气。感觉中国人点菜时更喜欢直接说。很多时候直接说我要。但对我们来说，我可以更自然。这就是文化差异和习惯吧。还有，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的菜？什么特别的菜？限量供应那种？就是它不在菜单上，是隐藏菜。哇，那更要靠这个菜的指引了。或者听隔壁桌的人直接喊菜名。哈哈，真是个实用的小技巧呢。总之，点菜时要多观察和交流。我可以要这个菜吗？是个好开始。但深入了解会更有趣，也更方便。今天的分享真的让我学到很多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尽管说吧。如果想说不要辣，怎么更地道呢？哎呀，这个很重要。直接说不要辣。只有不要就可以了吗？听起来很硬。也可以说少放辣椒或者微辣。哦，原来还有微辣，这个词真实用。是啊，中国人很喜欢用程度副词。我之前总是说 no spicy， 店家都愣了。哈哈，这很正常，他们可能没听懂。还有一次，我点了鱼香肉丝。鱼香肉丝是川菜的经典啊。但我以为里面有鱼，结果完全没有。很多菜名其实只是一种味道。对，就像老虎菜，
里面也没老虎。哈哈，那个菜清爽开胃，我喜欢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菜名那么奇怪吗？有些是音译，有些是比喻，很有趣。比如佛跳墙，听起来就特别厉害。它背后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故事。有些菜名还寄托了美好的寓意呢。哦，愿闻其详，比如哪个菜名呢？比如年夜饭的发财猪手，寓意财富。哇，这太有意思了，真是长知识了。是啊，名字里藏着当地人的智慧。你有没有觉得哪个菜名最让你意外？让我想想，蚂蚁上树吧。哈哈，那个确实，第一次听会吓一跳。它就是肉末粉丝，比喻得很形象。我也遇到过菜名跟食物不符的情况。真的吗？快说说看，什么菜？有次点了夫妻肺片，以为是夫妻。哎呀，你真是个段子手啊！太逗了。当时还想问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哈哈，它其实是牛的内脏切片。后来才知道是夫妻俩发明的小吃。这也是一个地道的文化小故事啊。是的，有时候语言背后的故事更精彩。观察店家的推荐也很重要，很靠谱。对，而且他们还会主动跟你介绍菜品。主动交流能避免很多误会和惊喜。我还想问关于结账的小细节。哦，结账？你指什么小细节呢？比如需要给小费吗？或者怎么说？中国餐厅一般不用给小费的，很方便。真的吗？那只要说买单就可以了。对，或者举手示意服务员结账。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我挺喜欢的。但点菜时如果遇到过敏的情况怎么办？哇，这倒是个更复杂更重要的问题了。是啊，下次我们可以深入聊聊这个。那个过敏的话题确实挺关键的。对，它涉及到健康安全。说到点餐，我有个小烦恼。哦，什么烦恼啊？快说说。有时候菜单子太小，看不清。哈哈，我也有过这种困扰。尤其是手写菜单更头疼。是的，那简直像猜谜语。这时怎么求助比较自然呢？可以指着问，请问这是什么？直接一点倒也不错。或者说，这个菜怎么读？哇，这个更高级一些。对，服务员会很乐意教你的。我就怕说错了，有点尴尬。别担心，他们对这个情况很习惯。有一次我把鱼香肉丝读成……哎呀，读成什么了？快说。读成鱼香肉丝，闹笑话了。哈哈哈哈，服务员一定懵了。他们都笑了，我也跟着笑。这就是语言学习的乐趣啊。没错，开口敢说才是最重要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什么现象？我很期待。在中国，有时菜名很诗意。比如蚂蚁上树之类的吗？对，还有佛跳墙，很美。哇，那这些名字背后有故事。是的，很多都是典故来的。这文化底蕴真是深厚啊。
比如夫妻肺片，你觉得呢？这名字听着有点怕。其实是说夫妻俩人做的，很感人。哇塞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不能只看字面意思。这真是个有趣的文化点。还有啊，点餐时有个小技巧。哦，是什么技巧呢？快分享。观察周围其他桌点的菜。确实，别人点的看起来都香。然后指着问，这个怎么点？这招很实用，学到了。有时店家会推荐隐藏菜单。隐藏菜单，那可真是惊喜。对，只有熟客才知道的。哇，这需要多去几次才能发现。是啊，下次我们去试试找找。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个难点。什么难点？我有点好奇了。就是那种菜单上只有字啊，没有图片的那种吗？对，而且菜名听起来很特别。比如，有些是诗意的名字。是啊，上次我看到《霸王别姬》。哈哈，那可不是两个人。我当时心想，这是啥菜啊？很多传统菜名都有典故。典故，那不是更难懂了吗？是啊，得了解背后的故事。比如佛跳墙，听着就神。那是说香味太诱人了。连佛都会忍不住跳墙来吃。对，形容味道极其鲜美。这种名字真让人浮想联翩。但你猜它主要是什么食材？里面有海参、鲍鱼吗？猜对了，它汇集山珍海味。哇，那价格肯定不便宜。当然，所以是宴席大菜。大家觉得还有哪些菜名？让你完全想不到里面是啥。有个蚂蚁上树也很有趣。哈哈，听着有点吓人，对吧？没错，其实是肉末炒粉丝。因为肉末像蚂蚁趴在粉丝上。这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了。所以点菜时别光看名字。最好还是问一下服务员。对，问问主要食材和口味。我有个朋友就因此闹过笑话。哦，快说说看发生了什么？他以为夫妻肺片是内脏。肺片确实是内脏啊，没错。结果他想点，但又有点怕。哈哈，那他最后点了吗？他犹豫半天，最后放弃了。可惜啊，那道菜很好吃的。是啊，他后来才知道很美味。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。很多菜名有吉祥的寓意。比如年年有余，于是必点。还有发财就手，用猪蹄。这些都是中国饮食的智慧。我发现点菜真是学问不少。是啊，不过还有更复杂的情形。比如那种方言点菜的店。没错，或者根本没有菜单。哇，那要怎么沟通才行呢？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个吧。那可太有意思了。我有一次就遇到过。哦，具体是怎样的？那家店生意特别好。肯定是个隐藏美食。
老板娘只会说方言。哇，这难度直接升级。我站在那里有点懵。你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就指着别人吃的。我要和那个一样。对，就这句万能语。哈哈，这招很实用。旁边顾客也来帮忙。中国人真的很热情。所以肢体语言很重要。特别是没有菜单时。没错，眼神也很关键。再加上几个简单词，比如这个、那个。多一点，少一点。还能表达喜好和忌口。我也曾用过这方法。确实比想象中管用。避免了点错菜尴尬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，怎么才能点对菜呢？没有图片或实物，只能靠名字猜吗？其实有些地方特色菜，名字听起来很奇怪。比如佛跳墙这种。哈哈，名字很霸气。但它其实是美味的。还有蚂蚁上树呢。听着让人有点怕怕。却是很多人爱吃的。这是种文化智慧啊。对，是种美食文化。懂得这些才算吃家。说到吃家，我想起来了。什么事让你想到呢？如果要请重要的客人，那点菜就更讲究了。还要考虑他们的口味。对，忌口和喜好都要。那可真是个大挑战。还需要很多礼仪知识。比如座次和敬酒顺序。哎呀，那下次得好好聊。是啊，吃饭学问真不少。从点菜到上菜都有趣。还需要了解各地特色。比如川菜和粤菜不同，他们的口味差别很大。所以点菜时要问清楚。是的，不能随便乱点。我可以要这个菜吗？这句话就很实用了呢。或者说，我想吃这个。指着菜单上的图片。服务员会马上明白。如果没有图片怎么办？那就要靠一些描述了。比如，这个菜是什么味？是咸的还是甜的呢？有没有辣味或酸味？我不太能吃辣的菜。我喜欢吃清淡一点。这些表达都很实用哦。对，沟通是很重要的。不然可能就点错菜了。吃到不喜欢的就不好。有些人会对食材过敏。那就更要提前告知。比如，我对花生过敏。服务员会特别注意。所以不要害怕开口问。积极交流才能吃得好。也能了解更多美食文化。是啊，每次点菜都是学习。从菜名里也能学词汇。比如鱼香肉丝的鱼香。并不是真的有鱼哦。而是说那种味道像鱼。
这就是中文的趣味性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呢。点餐不仅仅是吃饱，更是文化和语言的体验。今天聊得真开心啊！是啊，我发现点菜不只是点菜，更是一场有趣的文化探索。对我来说，学会沟通最重要。那么，大家在点餐时，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？或是想点却不知道怎么说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经验和问题哦。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节目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